大家好，欢迎来到开线西游战法频道。就在刚刚比特币出现了一波快速下跌，从高点26,445点直接下跌至25,500美金附近。那这波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首先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这里是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结构，其中波谷连线通过交点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我们看到波谷连线通过交点之后它在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位于26,500美金的一个压力线那这条压力线呢，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4小时级别上1440均线，也就是这条黄色的均线，一直以来呢，对比特币的反弹构成了一组压力。那这组压力我们看到在8月30日它的这一波第一波反弹过程当中，就曾在高点27,500美金附近突然出现下跌行情，原因就是这个1440均线在目前行情当中在短时间的级别上，在4小时级别上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依然认为比特币只要不跌破25,000美金，就容易存在25,000美金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原因是这波行情我们看到在6月15日到6月30日的28%的上涨过程当中，形成了多头方向上的筹码空缺区这个筹码空缺区呢，是由急速拉升构成的。筹码空缺区形成之后，我们看到缓跌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呢，在焦点也就是容易发生变盘的焦点及近焦点的这个区上发生了快速回落快速回落的这个过程呢，对6月中旬到6月底的多头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进行了完整的一次回补，然后行情开始底部震荡反弹上来，反弹上到28,000美金附近进行了一个2次回补。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就确定了比特币的震荡区间呢，是在25,000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只要25,000美金不跌破的话对缺口进行完整回补之后在未来的10月份的行情当中，接近焦点的位置上仍然有机会出现牛市行情仍然有机会出现牛市行情。同时呢，我们认为25,000美金非常关键，这条线呢是前面行情当中23年2月份波峰连线以及23年6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同时呢，我们把行情追溯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22年9月份至今的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同样也在25,0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再有呢，就是最近一段行情当中4月份到6月份波峰连线波谷连线也在这个位置上，它的延长线也在25,000美金位置上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型的支撑，因此呢，25,000美金构成了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最大的痛点那么究竟能不能跌破呢？我们还是要看外围市场，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以来一直认为外围市场，特别是美股行情对比特币的影响极大。回到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行情当中，我们认为美股呢目前处在一个震荡的区间这里呢，我们首先观察到了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在36,000点附近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这个波峰连线呢是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主要下跌趋势线。那么在这样的下跌趋势过程当中，下方呢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这里的支撑呢主要是在34,000点。我们可以把前面行情当中时间往前拖，就可以看到34,000点是由4次等位置波峰形成的一个支撑也是对于道指的一个底线。所以呢，在昨天美股跌到34,500点附近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后面行情当中就很容易把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形成的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画出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
容易发生变盘，并且呢，随着这个下跌趋势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我认为对于道指的变盘更偏向于多头啊。同时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加息的预期逐渐减缓啊，这将会为美股带来多头方面上的更多的一个预期。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美股还是存在7月份走出的悟空阳线的。基于这个悟空阳线，上方有8阶阳线组，目前周线级别道琼斯工业指数处在8阶阳线组的势力范围。8阶阳线组在7月17日的这周走完之后，后面的 K 线我们认为是8阶阳线组的干扰性的 K 线，因此呢，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总体而言呢，在更长的一个周期上来看，美股依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上。那么，如果美股能够恢复多头，比特币呢能够站上25000美金，那么意味着10月份比特币月的行情当中将会有一波多头行情。同时呢，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山寨币纷纷出现了一个快速崛起，但是呢，随着比特币在4小时级别上遇到阻力，切到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遇到144均线这个黄色线这个阻力线的作用比特币的快速下跌呢，也带动了包括我们看到的强势币种 UNFI 的一个回落。但是呢，这轮行情当中，我特意给出了腰币 UNFI 的进场原则，就是它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优，那么它是一个强势币种，腰币介入的方式只有一点，等待回调。我们知道 K 线细优战法当中存在这样的一条规律，就是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容易走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优。因此呢，对于这种强势币种腰币来说，进场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耐心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之后呢，耐心等待它走出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细优，到达4小时级别的支撑线144均线之后，再考虑在低位去进场。那么对于 UNFI 今天接近20%的下跌来说，虽然出现暴跌，但是仍然把它归纳为一个强势币种。因为在本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在50均线、10均线上穿了144均线和169均线之后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出现了一个急速的暴涨行情，从底部位置到高位，目前已经上涨了278%这意味着它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腰币特征。那么腰币的介入方式一定要符合它的运行规律不要头脑一发热一 FOMO 就感觉现在进场上面还有更大的涨幅，因为它的高点在44美金，还有更大的涨幅，不要这么认为，要耐心等待它做了规律性的横盘震荡整理或者大幅回调之后，才是更好的进场的一个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